好吧？现在因为呢，现在本来是5天了，现在说延到15天了，不能够运输那个猪不能够屠宰不能喂收水，所以呢，彰化很有名的阿张骂丸、阿全控骂崩都宣布卖完就停，因为来源没有猪肉了，怎么办呢？所以老饕崩溃了。哎呀，我说还好，昨天吃的控肉饭再来可能都吃不到了然后呢，这个温体猪肉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黄记卤肉饭是必比登名店呢，原宣布休息了，没有猪肉来源了我在想，搞不好美国猪就开始红了，对不对？美国猪没有被禁了那另外呢，说可能牵涉到1000亿到2000亿这个产值苏贞昌就说中央地方要全力守住台湾猪那什么叫非洲猪瘟？1972年非洲发现这个过程很短，发病死亡率很高，接触传染为主，厨余、节肢动物、动物分泌物、排泄物、车辆人员夹带都有可能传播接触那传染病以后呢，有紫斑点、内脏出血，最可怕的是没有疫苗可以医治，没有疫苗怎么办呢？死亡率100%，几乎都死了那所以呢，那人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它不是人畜共同疾病，所以人吃的是没关系的。因为呢，病毒的存活环境是 PM3到13，人体胃酸是1.5到3.5， 7以下是酸嘛pH 7是中性所以呢，我们人的胃酸会破坏细菌的这个病毒的活性，所以对人体没影响，但是你可能杀不死它杀不死它，你可能这个排泄物啦，或是你厨余，现在大家很多浪费吃都是剩很多餐厅剩的东西怎么办呢？那给猪吃了，猪就会被传染所以呢，他们说是不是趁这个机会转型好了，就不要用厨余来养了嘛因为现在5000多个养猪场用厨余也不过就是大概几百个厂嘛，但是农业部说目前没有考虑全面禁止，目前还没有考虑所以呢，他说而且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是容许厨余养猪的，说多好这个环保能够这个 reuse 就再利用等等但是我们只要强力管控厨余该煮就要煮该消毒要消毒环境部说现在每天有500公吨的厨余，那将来是不是改成焚化呢？或是把它掩埋起来呢？1公吨就1000公斤是很大量的厨余每天那台中医院就说，光学校每天就是20吨的厨余学校就20吨就是2万公斤的厨余，那谁来处理呢？那另外呢，全台湾一天有50万公斤的厨余那怎么办所以呢，像这些都是总要想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新北说呢，厨余要焚化处理，都烧掉了厨余把它烧掉那另外呢，台北市很紧张所以现在稽查环南市场、西宁市场、南门市场都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市场要去检查，看这个猪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隔离满到快堆成山，就连胡阿姨也是。另外再配个面，没了猪就只能端上这些菜。这是必比登名店双月因应非洲猪瘟，全台猪只禁宰禁运的新对策。22号晚间宣布，23开始卤肉饭、月亮骨肉、猪耳朵、元气瘦肉汤通通暂时停卖。菜单上也出现一堆红叉叉，而同样是必比登的黄记暂时电修到温体猪正常供应。梁启浩则是改用冷冻冷藏猪。至于森森烧肉也停卖台湾猪肉，而入选500碗的高雄南丰卤肉饭也说要休息。我们昨天就先叫完货，冰在冷藏了，今天用，所以明天开始就没有肉圆了。从24号一路休到29号，业者说这是配合政府防疫。至于宜兰林场肉羹也无奈说，如果真的猪肉不够用，那也只能电休。重阳节快到了，其实我们本身的话，其实也有备货。因为其实讲真的，今天早上客人一大早就来买很多。目前猪肉备货都还够，但知名店家一个一个还要电休，一旦禁宰禁运政策拉得更久，民生冲击的层面也将持续扩大。北市府立即执行市场摊商稽查，若
落实学校午餐肉品溯源。北市环保局也指出，紧急协助北市产园单位妥善去化养猪厨余，从23号到29号开放北市3座焚化厂紧急销毁养猪厨余。至于家户厨余回收方式，维持现行分类回收规定。新北市环保局宣布启动学校营养午餐厨余防疫应变机制，包含开放团膳业者厨余进入焚化炉焚烧处理，并由各区清洁队调度人力和车辆支援学校自立厨房清运，确保厨余不外流、不堆置，迅速切断可能的传染链。好不好？张立善云林县长说呢，云林2018年7年以前就禁止厨余养猪了哦，但是呢，反对的如排山倒海，因为猪农也很气愤，就不能用厨余，要用饲料比较贵啊。哦，厨余为什么不能用呢？哈，猪农反弹也很强烈，尤其农业这个养猪大县的话呢，那个政治力量也很大的。来，洪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确实我支持啊，现在把它的禁载禁运的时间从5天延长到15天，因为它的潜伏期大概就20天。那我今天在质询的时候也有问农业部，说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个台中无期这家这个养猪场传出啊这样的一个集体暴毙之外，到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养猪场传出？他说现在跟他有地缘关系的3公里之内的都没有啊。那我们希望如果能够锁定好，到现在都没有在其他的养猪场传出，那它就变成单一养猪场，然后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辛苦一点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饕客啊、美食啊，就我们大家忍耐一下哈，让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危机能够赶快把它解除。那另外就是云林，其实它是养猪大县，云林是最大的，那个它的养猪头数是第一。那2018年确实，当时张立善排除众议啊，其实那时候猪农反弹非常非常大。他说云林县呢禁用厨余来养猪，当时的行政院长是谁？是赖清德。赖清德那时候反对，他说其实你云林县你这样做呢，反而是无助于防疫，反而有害。可是到现在来看，张立善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在那个时候，张立善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以今天这个事件来看，因为说可能有90%的可能性是来自于厨余，现在讨论的非常多。那我还是会认为这件事情，我真的也支持苏贞昌所讲的，中央地方必须要同心协力来解救台湾猪，因为你知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现在包含青鸟、绿媒、绿营的侧翼，现在全面的在围剿出征谁呢？就是卢秀燕。那还有那个他们的立委说，你看卢秀燕发生这个事情啊，只搞购物节。那我觉得如果你是这种心态的话，那我也会说发生这么重大的这个猪瘟事件，可是呢，昨天赖清德在干嘛？在提名他的候选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口水大可不必。那至于说什么卢秀燕神隐，卢秀燕没有神隐，卢秀燕今天就跟卓荣泰一起来那个共同的去视察了。那第二个有没有延宕的问题？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他在这个10月14号，因为呢那个就是兽医，因为看他那个猪只呢，因为非洲猪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流鼻血。他的耳朵会有淤血的状态，但他通通没有，所以你可以讲说兽医师误诊啊，他把他说是什么肺炎而且还医治他，可是后来医治还发现说，怎么死的越来越多，所以就开始通报之后就开始裁剪，所以你今天一直要讲说是不是这个延宕？今天呢，那个农业部那个部长他也讲，他说他其实觉得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也非常辛苦，那现在赶快去做疫调，所以做疫调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除了说现在禁载禁运，你知道在像中国大陆也是嘛，它也是疫区，那它曾经发生过说连它的公车站曾经验出过这个非洲猪瘟，钞票上验出过非洲猪瘟，所以就说人不会影响，但是人会把这个病菌可能带到其他地方。所以现在呢，这个就出事的养猪场，还有其他的养猪场，现在不是有一堆媒体啊去拍照啊去采访，所以现在农业部也是告诉大家说，拜托媒体朋友不要再去那个养猪场了，你也不要到其他的养猪场去采访，因为很害怕，就是说你今天你们的走过的猪，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那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禁止厨余？现在呢是全国禁止厨余来
养猪。我刚才讲云林县好是禁止厨余，其他有几个县市，比如说是我记得有花莲，还有离岛，但是呢那个猪只都比较少。那其他的养猪大县，譬如说屏东啦、台南啦、高雄啊、彰化，通通没有禁止厨余养猪，而确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厨余是用来养猪的。你看现在学校啊、家庭啊，大家都很努力要把厨余弄起来，这是做环保。可是未来如果是要全面禁止厨余养猪的话，我们大概有2个事情要解决。第一个，那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猪价真的会变得比较高，因为饲料比较贵。那第二，就是这么多的厨余，它未来它的去化如何，这也是要好好去想。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全力的中央跟地方携手，不要借这个机会拿去出征卢秀燕，然后又去做政治斗争啊。我看昨天是最后一天哦，新北市拍卖是1公斤是119，台南是114，高雄113，这可能资讯上嘉义啊只拍80块，屏东昨天1公斤就跌了30块。那各位看，现在停15天不谈，那现在成猪他要吃料，今麦猪农今仔的伊讲啊，今麦的咧了，今仔开始爱了15日啦，爱了15天后有要卖无要卖不知道哦，伊也低咧，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啊，要谨慎以对啊。你的朋友，新北也有一些猪了，不多了，5万多头，5万多。其实这个亡羊补牢，石犹未晚啊，这是最重要。其实洪委员讲的，其实现在就是从齐心协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卢秀燕市长他当然前面有其他关注的事情，当然一发现这个事情要紧的时候，他很快做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包含我们自己的议会在新北市很紧张，台北市没有养猪是比较抱歉，但新北市有，所以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在关心。因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好猪肉的供应之外，坦白说啊，猪农啊其实经济事实上不错。为什么云林能够顺利成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云林趁机转型成以前都是小厂，坦白讲，吃厨余都是小厂，200头以下200头以上可以养。200头以下开始不行，为什么？它是用规模经济达到效果，你有负担这个成本，你才能做这个事情。云林的都是万头级的大厂，所以它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好，我就不用这个厨余，我就用这个饲料。但其实你看到为什么台中啊，我北部会有一些小厂，就是因为第一个养猪的品种不同，换肉率不同，所以它的饲养的习惯跟条件在刚好去化厨余达到一个平衡之后，为什么农业部它不会说我没有马上要禁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对于传统型的养猪户来讲。就好像那时候口蹄疫的时候，你对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好，那这个冲击其实是我们很难化解，就是说你经济上不是说你拿钱出来解决就好，而是你这个品相，好，比如说我们讲黑毛猪常就是用厨余来喂，那这个东西的品相替代，我们要去进口大量的猪肉吗？可是像刚刚农界委员讲啊，这个外国人吃我们的不习惯，我们吃外国不见得习惯啊。坦白说，这一次我们在跟美国谈的时候，美国其实有点放弃谈猪肉，原因是因为连外国人都来说台湾猪好吃。我就是不想吃美国猪，在美国，猪肉大家可能吃的不是最顶级的美味，但是在台湾，大家都觉得台湾的黑猪也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中间的均衡啦，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趁着这个机会，也要做一个畜牧业的盘点，就是说，假如我要做转型的话，那或许接下来我们讲这个韧性，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国防韧性，而是社会的粮食的供应的韧性，是不是趁机一并来做解决？台湾的猪肉真的是好吃，真的是好吃。你吃过外国猪你就知道，那甚至欧洲很多国家到台湾来考察，台湾猪为什么好吃？那另外一点要减少厨余就是说，第一个大家点菜不要太浪费嘛，也是有关系，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了。另外剩的菜就带回家吧，我都打包回家的，但很多人觉得要面子啊，你打包回家就没面子啊，尤其请客的时候不要了，就很浪费啊，那就变成厨余啊，所以带回家加个热，第二天还可以吃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朱立伦新的国民党主席呢宣布由李乾隆接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什么呢？说要他扛募款，因为要钱呐。国民党平常一年大概差1亿到2亿啊，选举的时候那就更多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虽然昨天郑丽文说要靠小额募款，但是也不容易了啊。另外呢，纪凌莲是末代，就是最后被朱立伦撤销的黄复兴党部了。那主委呢接国民党副主席，说他可以稳住军心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会不会恢复黄复兴党部？国民党说应该不会发生，不过基本上还是要看党主席了啊。
那联合报也说这个纪凌莲跟这个李乾龙都80多岁了啊，那到底还有没有世代交替啊？这媒体在问了哈。那另外呢，今天一度传出来说连胜文要接说这个朱立伦会重用连战系统的人，连胜文呢会接着蒋万安将来要选台北市长，说当时没选上，一直很不服气。这消息出来以后呢，连胜文否认，所以不要帮我算命啊！什么2030再战台北市长，我没有这个计划啊！不要帮我算命啊！那另外呢，郑丽文说我是统孤啊，那党内并没有什么路线分歧啊。以前的确党主席都是高高在上、大咖领导者，但我不是啊，我是很亲民的啊。那另外呢，尤云龙就说呢，郑丽文恐怕是女版韩国瑜啊，那到底对国民党是大好还是不好啊？将来看郑丽文怎么做，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我第二主席致辞就直接在这边宣布了啊，包括副主席、包括秘书长、包括一级主管，这个月底总辞。包含在大罢免期间推出莱尔校长的青年宣传单位与地方县市党部主委都将随朱立伦同进退，集体总辞人数高达211位，无非是要给新主席更多用人空间。如今郑丽文也对外发布了第一波一级党务干部任命，是在江启臣时期担任秘书长的李乾龙，未来不仅将回国担任秘书长，更要兼任国民党副主席，而另一名副主席则是在郑丽文竞选期间有功的前黄复兴党部主委纪凌莲。关键中的关键就是缓解两岸关系嘛，要永永远远的维持现状，恐怕也不是务实的态度。之前台湾无法长久维持现状，因此郑丽文抛出构想，愿赴陆拜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或国台办回应。愿在既有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加强高层往来。要巩固两岸关系，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促成政党轮替。但如今郑丽文说，2028国民党人才济济不只有卢秀燕而已，引发党内焦虑。有能力也有能量可以问鼎总统的政治明星，也有可能不止一位。谢谢哈，请大家多报照我们的市政，谢谢。谈论2028年的选举，真的实在是言之过早。卢秀燕市长跟郑丽文党主席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良好。卢系立委愿再等等，但都还没就任，党内便放出风声，或许也意在打草惊蛇。梅佩君。我想世代交替这件事情当然是有招就会有替，不会是单纯的这个后浪推倒前浪，然后前浪死在沙滩上面。所以郑主席的第一波人事布局这个公布之后，他是找来这有经验的老将，刚刚看到包括纪凌莲将军，还有这个李乾龙副秘，现在是李乾龙秘书长，现在是李乾龙副主席那老实说，我不觉得意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其实这就是我在主席选前也讲过，就是国民党当然需要世代交替，需要注入新血，可是这并不是掌权者或者是在位者的一场年龄比拼，否则的话，其实也不用选举，就把身份证拿出来，大家比年纪最小的那一个人就直接胜出了。所以重点是在于他有没有办法开发更多的可能，去扶植新的世代，或者给新的世代资源跟能量去做这个投入政治圈、投入国民党的党务工作。那接下来这个郑主席的人事布局，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党务主管1级跟2级的任用。那更关键的有关于国民党未来发展的，当然就是2026年大选的提名策略不过刚刚旁边提了一下这个盛文哥，我倒觉得这个是媒体乱点鸳鸯谱大概任何人有心选举，大概不会放眼到下一次去，那也真的是谈得太早了。那不过我觉得值得谈一下是最近很多人在关心的这个黄复兴党部的议题那当然这个纪将军在选前给郑丽文主席很多的帮助，那选后这个重用他，这个大概也在预料之中。那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位置，这个分配其实恰恰好解决了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很拘泥在说黄复兴党部到底要不要被恢复。可是对我国民党的党公职来讲，我会觉得军系的力量他们的支持当然很重要，他们的声音也应该要被听见。可是是不是透过一个形式上的党部的存在，就代表我们真的重视这些军系的意见吗？其实我觉得两者并没有办法画上等号。所以与其去讲恢复一个形式上的叉党部，不如让这些军系的不管是这个基层的或者是更高层的声音能够被听见，而且能够转为真的国民党的党务改革或者是党务推进的方向，我觉得这才是更为重要。那相信这个副主席的位置已经是非常高的，声音已经直接达到主席那边去，所以我认为这个黄复兴的这些前辈应该是
某种程度可以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安排啦。那对不是黄复兴的，像我来说，我会觉得他们的声音当然很重要，他们的支持很重要。那他们的声音被听见、被传达，那甚至化为具体的党务方向，会比恢复一个实质的这个形态上的名称上的党部来的重要。好，香伦怎么看？这两位刚刚都是非常资深的，但是我虽然没有跟郑丽文谈了，不过我猜想这个任用本身就是如何让他接主席之后很快的上轨道，因为这两个人的代表性都很清楚。那李恒龙是很有党务经验的，从地方然后到过去担任过副主席、秘书长，所以以郑丽文过去虽然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里面有过一些职务，但是我主观上认为就是说他其实跟党务系统的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距离。那这一次接党主席，毕竟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跳动的跨越，但是实际上面的党务的运作，因为马上接下去有提名有选举，你很快就要上轨道。那李恒龙的经验资历是大概可以很快，就算今天主席不懂党务，李恒龙大概呢可以很快的上轨道。纪凌莲，因为在过去在节目上面我常常访问他过去常常是我的直播节目里面的来宾。那我不觉得有，不要说现在，在过去我也不觉得以国民党现在的党机器来讲有维持黄复兴党部的必要性。现在的黄复兴就是一个似有若无，不见得需要用一个黄复兴党部去维持。那这些呢，退将退伍军人对于就是说国民党信念的认同，那个是呢最重要的。他其实从选举当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什么改变。那纪凌莲，因为他过去还是三军武校的校友会的总会长，所以在所有的这些呢三军武校毕业校友里面，即使没有一呼百诺，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军系的动员挺郑丽文的比例呢非常非常高，所以我在想呢，他的代表性呢也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呢不在这两位就是说呢资深的前辈，而在后续如何能够让国民党的党机器本身的代表性尤其有更多，就像郑丽文讲的，有更多的年轻的不同背景的人士呢愿意认同国民党加入国民党，那才是国民党的困难。台南市党部主委，党纲党章在啊，就像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民进党的非核家园，赖清德上来，就算他当了总统兼主席，他也动不了，他也不敢去改变。国民党一样，这个路线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啊。如果要改变路线，所以选举过后啊，就翻页了嘛，大家就从新的角度来看。那党主席站出来，活泼性够，但是党主席的候选人跟党主席的当选人跟就任党主席以后，那当然每一次的讲话社会都会检视，而且民进党随时在注意，也随时在挑拨。所以这个新的人士啊上来，那整个还要下个月还要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以后呢选了中常委，那这个中常会出来了，大概就整个党他慢慢的后面要马上进入2026的县市提名，所以这次是我们连地方党部的主委跟中央，所以才会有211个，包括你知道？包括我，所以就是全部辞，然后让新的主席他有一个全新的人事的布局的空间。洪伟，其实就人事的部分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像龙介，因为他要选台南市长嘛，哈，那所以他去掌台南市党部主委是很合理的哈。那我们现在还面临到，比如说台北市党部主委如何产生？那大家都知道黄吕锦如，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联署书的关系，那所以他大概续任的可能性是很低了。所以那过去呢台北市党部主委曾经有
用选过啊，选的也是风风火火啊，选的很激烈哈。那后来也有变成用指派的，你不要笑他。我选过啊，对，那也就用指派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很多党员哦，其实非常非常关心，因为它会牵涉到明年怎么样去辅选蒋万安，还有我们台北市议员的布局。所以人事当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次立文当选。我自己觉得这一阵子以来包含国民党的党员也好，或支持者也好，对于郑丽文其实有非常非常高度的期待而且那个期待是很希望看到这种改革性的因为基本上丽文仍然是在一个世代交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口号下当选的。那当然，我觉得现在他发布的人事，我们都会全力支持因为新的党主席，就像刚才那个龙介讲，不管选举前怎么样，但是现在他就是我们的党主席，那我们当然支持他。但是我个人还是会认为，因为确实有人跟我反映，就说郑丽文是在一个就是大家希望一个比较新的气象看到世代交替下的一个新任的党主席。那所以他未来的人事，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去考虑一下，让一些中生代的人或者比较年轻世代的人看到他可以在整个的党的这些重要的位置上会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是未来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无论如何未来的这个党中央，它绝对应该是一个选举的机器。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气氛是 OK 的，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的团结。那而且大家的目标都非常一致比如说2026真的就是一定要那个抢回台南市跟高雄市，然后把我们现任的通都能够稳住。那但是在人事上，如果能也展出这样的新气象，我觉得对于支持者会是更好的回应。不过因为还有很多这个党务主管还没发表嘛，对，也许将来党务主管发表可以有比较年轻的、比较有冲劲的等等。就你现在任重道远，台南市指标，我是面对的不是谁，我是面对赖清德，我很清楚，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各县市在提名了，那我就是直接到明年的11月的选举，就是面对赖清德，不会改变的。他宁可失去高雄，也不愿意失去台南。这是他的最基本的底线战略。命区了，休息再回来。民进党也动起来赖清德民进党主席亲自来领兵4个县市战将那哪4个县市呢？宜兰县因为现在的这个林姿妙县长任期到了，台中市卢秀燕任期到了，台东县饶庆铃任期到了，嘉义市黄敏惠任期到了这4个任期到的县市，他现在呢把战将先排出来那另外呢，这个苏巧慧今天也到民进党中央递交参选意愿书，我要在新北市参选，所以呢，2026苏巧慧要在新北市参加选战那另外台南这个郭信良议长原来呢1审是有罪的那2审呢这个没罪1审好像10几年然后2审1审13年，然后呢到了高院说证据不足那他现在还有其他案子被起诉但是郭信良因为跟这个谁陈廷飞他是结盟的，所以呢他的2审无罪那可能会对台南的这个选举投下变数了那所以呢媒体也是说，因为他重判13年变成无罪，民进党可能会被回力镖打到自己那徐国勇说呢，郑丽文说要光复台南高雄，徐国勇说2026我们一定会赢，不会让国民党这个拿下台南或高雄所以谢龙介要加油。谢龙介说，我是跟像刚刚讲，我是跟赖清德在对选因为那是赖清德的本命区如果台南市丢了，很没面子那另外呢，这个徐国勇被点名说他可以到台北市长参选，徐国勇说，民进党不缺候选人，候选人很多王世坚也是一个这个林佑昌也是一个很多我们看一下，县市好人才
团结拼未来。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神情轻松，正式提名4个县市候选人，得好好介绍为何征召他们。他们都是县市的好人才，为台湾勇敢承担，也已经卷起袖子，准备为地方做事。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一次又一次恳请林国璋县长来承担这个重责大任。毕竟要拿回民主圣地宜兰，赖清德对人选得三思。接受民进党的提名，我也会加入民进党，跟这些党内的前辈一起为台湾的前途、为宜兰前途一起努力。林国璋拿出态度，宣布入党。另外，台中确定提名新系的何新纯，台东由郑国会陈莹，嘉义市为英系的王美惠主席一一为他们系上竞选背带，要在这4区力拼蓝天转绿地。但在其他艰困区，首都台北呢？我们不缺候选人，我们现在是要找一个最适当、最能够赢得选举的候选人。暂时不必提到我。强调人才济济，不怕没人，因为党中央还发函给征召区的13个县市党部，有意愿者就来报名。新北的苏巧慧抢先第1棒，希望自己能够在2026这一局代表民进党成为新北市长的候选人，为民进党守下这一城。母鸡有信心，那党的态度呢？内部的民调，我们总统的满意度上升了4.5%，民进党有信心在2026赢。不被国民党看衰，公布民调，民进党2026抢先就定位。来，边委员，这个现在去做这些准备，其实重点是要减少变数了哈，就是说，反正这些地方已经没有悬念了哈，优秀人才其实真的不多哈，我觉得大概各党都有面临，但民众党年轻的世代比较多，可是我觉得蓝绿都一样有这个困境，就是说的中生代的接棒，你看，如果说我们议员啊哈，要找新的人才都这么不容易，更何况县市首长。龙介兄拼了好几次了哈，你一定也很期待。像刚刚我们也提到，国民党也希望有新的团队出来，所以现在其实是在做一个减少变数的一个动作。那到真正投票日还有1年的时间，好，中间我想以民进党自己作为中央执政党来讲，我们做的是防守的动作，就尽量少犯错。可是你说真的有能够很大建树，怎么去争取民众的支持？我觉得那个是下一阶段要看，因为国民党也会提出好的人才嘛。像龙介兄自己说啊，我接下来跟赖清德对战哈，这个。大家都听过你讲了哈，一世人干多你一人哈，这湾真清楚。那当然我们民进党也很清楚啊，这是巨大的挑战啊。所以现在我就说，这些地方比较没有悬念的，比较没有这个意外的，我们就把它稳定下来。那最后重中之重，譬如说，真的是长期支持我们的南部的县市的这些乡亲哈，还是能够去继续的支持我们民进党啦。龙介。看这4个是好棋啊，那台中当然江启臣也算蛮稳的嘛。你看看台东过去在选县市县长，蓝营是毫无悬念，可是他出这个陈颖呢，你就知道县长是国民党的，对不对？啊，对他爸爸以前就是国民党嘛，以前是陈建年。那台东县长，他因为啊。原住民他是不能投立法委员的票，所以立法委员在台东啊，民进党有赢的空间了。那这次因为他们分裂，所以建斌上来了。那他现在提原住民的陈颖，蓝不清头清呐，他只要在原住民的选票里面呢，因为过去都是跟国民党比较好嘛，那这一次陈颖出来，这边就一次。55波起跳哦，那不容易。如果台东开始起跳，就是55波，因为他只要原住民这里啊平分秋色，或是稍微输一点点，他就有机会当选。他在统合整个绿营的这一些一般选票，他是有机会当选。所以那王美惠呢，在嘉义也蛮强的，他也是很亲切的。我们在地方。东西赶快，所以整个扩散出来。当然，赖清德他本身的危机，从他的民调到这边到止跌以后，他现在就是冲洗嘛，不断在冲洗嘛。那慢慢他会回升的，因为他只要到明年1月全部提名以后啊，民进党基本上那40%就回来了，40%，所以他的民调已经在40以上。那40以上到要选到年底，我们挑战，我跟你讲。
我对上赖清德不是软柿子，是最硬的，一定是最硬的嘛。你看2019年他挑战蔡英文之前是辞掉行政院长回来台南辅选郭国文，我跟他本来是民调我都赢啊，后来就是最后他还把陈水扁带出来，最后我输了3600票。所以你要看到赖清德为什么一直在支持林俊宪，他认为林俊宪现在就算民调输给谢龙介，最后他只要一下来，他全力所有资源一布，最后还是他认为他可以赢了，他可以逆转胜，要打个气话嘛样嘛。建议。当然，陆陆续续接下来1年会看到很多县市首长的提名哦。但是我觉得从大罢免大失败之后，赖清德本来说了4个优先，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是优先的，民生优先、经济优先、弱势优先、青年优先。但是从花莲到这一次台中非洲猪瘟的事情，都没有看到任何这个中央执政的这些民进党的官员们真的是把民生摆在第一位啊。因为出了事情或是出了灾难之后，第一件事情要检讨的就是先检讨在野党，好，先检讨这个卢秀燕，检讨黄国昌，谁把这个预算砍掉了？但是殊不知，你回去翻114年的边境查验及稽查管理的预算是历年度最高，总共有5亿6千万，比往年都高哎。所以我觉得中央执政的包袱会落在这些县市首长的提名人身上，包含现在中央跟地方之间的钱跟权要怎么分配这件事情，到现在也都还搞不定。那这些人如果真的要当个县市好人才，真的要当成未来的好选择，就应该要大声的说出来，中央跟地方之间的统筹分配款怎么分配，地方未来的补助款应该要怎么做，这些都是有关地方发展，也都牵动未来的选举啊。嘉龙，那国民党现在在地方都还居绝对的优势啊。那这个优势，2026年能不能够持盈保泰，甚至要超越？毕竟刚经过大罢免、小罢免，国民党在经过压力测试之后，现在总体的气势是不错。可是地方选举因为比较不会牵涉到两岸的大议题，所以呢，所有的内外的一些形势，本来在大议题上面来讲呢，对蓝营是有利的，但是在地方选举不见得看得出来。所以蓝营在地方的经营上面来讲，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的思维有没有未来性，就是对于台湾的地方思考有没有一个宏观的未来性。我看了民进党的这第一波的这些提名，他们讲我觉得还是选战的旧思维。就是不管这些人，他地方上面可能这边呢，他可能在某些系统居优势，某些系统如何，那仍然是选战的旧思维。所以当郑丽文接党主席之后，我觉得所有的蓝营的支持者，或者说一般的中间选，都想看看这个时候的国民党的思维，从你的提名当中来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有跳动的话，你有机会一次呢也开发更多的新的选民呢，对蓝营呢开始表达好感。但是这个是有困难度的，从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就郑丽文虽然在党内拿到了多数，但是在选民的基础上面来讲未必有利。休息再回来。好，那么炒了这个1-2个月的这个 NVIDIA 的 T17、T18的用地，星光人寿昨天说可以跟台北市政府解约啊，而且我也不会这个要纳税人拿钱啊。他说为了成就国家的公益啊，那以国家公益为先啊，然后地上权的取得呢，它是合法合规的。那未来呢，就是反正在协商啊。他说因为是吴东亮拍板定案的啊，他还写信给黄仁勋。哦，那这个黄仁勋尊重新售解约的决定啊。那到底支付成本，因为你只要把成本还过就好啊。到底成本多少？新售的董事长魏董事长说呢，金额我保留。那如果有补偿，我捐出做公益，我也不要了啊。蒋万安说今天就会启动程序来解约地上权。游淑慧说，当时保证金3.65亿。已经缴的权利金29.93亿，已经缴的土地租金2.799亿，说加起来大概35亿。那利息怎么算啊？那再说。那蒋万安说很欣慰，乐观其成，赶快大家坐下来一起谈啊。不过呢，这个媒体也说，联合报说呢，
就算新售放手了，北士科 T17、T18放手了，但是辉达还有2道关卡，第一个就是到底怎么认定成本，第二个地点哦，那这个如果市政府想另觅代替土地，可能不容易啊，所以呢，基本上到时候怎么谈，可能蛮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在三大报头版刊登半版广告，标题是星光人寿化解僵局，成就国家公益，新售重申5点。本公司已经力配合，为3方各有立场，共识难以达成。在表明解约之后，似乎仍想力挽外界观感。毕竟辉达还没确定海外总部是否要落脚北士科 T17、T18。那因为昨天新售开记者会的时间，美国那边已经是晚上哦，所以他们今天。早上这个部分，辉达内部会先做一个讨论。那当然，市府这边也持续跟辉达有保持一个联系。后续如果辉达有任何的进度，市府这边一定会配合辉达这边，我们尽可能来协助他们。等辉达拍板，北市府就会启动后续程序，包括合意解约和都市计划变更，但首要条件。虽然台新星光金控总经理林维俊已经和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电话中表达，只就成本以及已缴交的钱返还给他们，就同意合意解约，但怕的是还有变数，要给新售解约金，市府仍需编预算送交议会来审查。根据新售投入的成本估算 ，T17 加上 T18，履约保证金3.65亿，已缴权利金29点多亿，已缴土地租金大约2.7亿。但有议员觉得新售将近3年没使用土地，不该退租金，也有议员认为不必踩得太硬。那如果加上这3年的利息的话，大概就是一个40亿嘛。那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金额了，因为加计利息嘛，所以这已经是展现台北市政府的善意了哦。再提高，台北市议会也很难通过，监察院审计处也很难。希望加速让辉达总部落脚，得先解决和新售的纷纷扰扰。来，2位台北市议员在这里啊，来佩君。这个延续刚刚署会讲的，因为北市府来党团报告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他们当时在这个昨天露出曙光之前就已经讲了，北市府开价的就是租金、权利金加计利息，然后你这个说前期的，比如说设计师的规划费啦，或者是寿险投资报酬率用2.5%加总之后从优，我认为是从优去算计给他嘛。那这个昨天露出曙光这个三角关系，当然是因为可以解，当然是因为这个新售已经提出说他们愿意跟辉达去谈判转让地上权，然后不再坚持这一件事情，然后会去跟台北市政府合意解约，那就往前跨进一大步。那关键的就是这个解约的条件，他也这个主张同意以返还权利金，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方法，还有他们实际上去列举他们的支出成本，那不再去谈说未来可能10年、30年、50年的可预期利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两者金额是非常悬殊的。那台北市政府其实当时在面对这个新售开价，也很明白告诉他，今天你这个价码出来之后，最后不要忘了要送台北市议会审查。台北市议会里面不会是只有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3党议员这么多人，大家都在看你们这个数字提出的合理性。所以我料想，因为他讲了之后大家都在笑，因为我料想新秀回去想一想，台北市议会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蛮大的关卡。所以后来他们一开始讲那107亿，基本上后来就没有在媒体上再谈过。那接下来这个请他们去列举这些支出，还是会送到议会来做实际上的审查。那当然具体的解约金额有待台北市政府跟新售去谈判之后去编预算，那进到市议会来。那我想包括我啦、经营啦、民进党议员呢，我认为他们都会确保我们的共识应该就是说，只要确保辉达可以顺利取得开发权利，然后在台北市创造更多的商业利益，还有这个城市的形象，这些加总远远会大过我们退给新售的那个权利金的金额所在。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分朝野、不分蓝绿白的共识啊。那新售作为立足台北市的这个大型的企业集团呢，那台北市民也会记得他们在做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的社会责任，所以容我对新售扣一个大帽子，他们也要去想很多保护也是台北市民，对不对？他们有这个一定的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所以最终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市府、市民、辉达、新售是有四赢的空间的。确实听下来，就是蓝绿白的议员们在议会里面，大家都希望辉达留在台北，也希望辉达留在北市科。那尤其几个礼拜之前，新售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动土典礼啊。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会讲说，其实如果真的是为了产业发展，新售真的要好好认真盖的话，那就好好认真盖下去。但是如果真的只是为了政治或是暂时回应一些新闻舆情的话，那真的是大可不必。那现在新售做了这个决定还是希望说北市府可以尽快的把3方都邀请，然后
够好好坐下来谈，把这整件事情赶快的确定下来。因为其实地方上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期待非常非常久了。然后在黄仁勋宣布以来这半年，我想这个房价已经涨到不知道涨去哪里了，连广告里面全部都是黄仁勋，周边的一些学校或者是里长等等，大家都非常期待 AI 智慧可以进到北市科。所以再加上社子岛开发案、北环段的捷运线，然后再加上北市科，我觉得这对于整体士林北投的发展会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还是希望尽快可以把相关的方案送到议会里面来，大家来进行一个讨论。那把白纸黑字写下来，明确一点，辉达就留在北市科。前台北市议员洪惠，我曾经说过，我说其实企业不能那么贪婪，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星光的董事长吴东亮是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尤其他明年1月1号开始新兴并，这样子也算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企业集团，所以能够让这个辉达卡地的事件呢，能够就此打住，我觉得对这个新兴并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从政治效益来说，那不管是蒋万安，还有大家也认为就是李四川川北，他也会去选这个新北市长，对他们2个人来讲，那也是度过一个政治的危机。那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朝一个比较皆大欢喜的方向去走。那不过就是从另外一个，我就是刚才讲到，民进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县市长人事的布局。我们的党主席11月1号才交接，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而且呢，到明年的这个就农历年前会完成所有的这个县市长提名，这个是正确的。那因为我们可能还会面临到有关有些地方是要蓝白合的问题，因为时间拖得越久，纷争越久，其实反而越不利于选举，所以民进党的这个他们的步骤啊，他们的节奏，恐怕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压力。新北市啦、嘉义市啦，可能都要协调。对，来，向龙，辉达，因为当星光的对手是辉达的时候，星光就不可能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上面，就这个已经是很清楚的，就是台湾对于辉达的期待。它不只是，因为辉达在许多地方都有分公司，它现在的公司在内湖啊，离政治部不远而已。但是因为它设定的是一个全球总部，所以它会是一个亚洲的地标性的位置。那对台湾的总体的在科技产业里面的那个象征性意义，当然不是一栋建筑物能比拟的。第二个，星光先天居于弱势，就是如果你对北市科的那个整个的园区，你去看一看。星光是动得最慢的，几乎没有动，周围都在动，就它没有动。因此当这个时候呢，当辉达要的时候，然后你又是一块树地的时候，你很难去解释说呢，你对这块土地呢是有什么多伟大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其实再加上我们本身的土地政策的核心，土地不是拿来炒作的。我们说的土地增值税就是涨价归公，所以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呢，土地就不应该成为你的生财工具。这个呢是我们的土地政策的核心理念。其实之所以大家会青睐那块地，是因为你看到国内的几个金融体系的大财团，包括星光吴家，我看他们都是天母的在地人。他们对天母、对士林那一带的土地状况是很熟悉的，所以那块地呢，整个的北市科呢会被看好。因为他们对那个地方的土地是最熟的，不管怎么讲，辉达要进来，希望接下去呢不要再有一些节外生枝。对了，现在反正三方看起来都有意愿嘛，既然有意愿，那就好好解决吧。对啊，那第一个一定不能离开台湾，第二个最好留在台北市，从台北市的角度而且这个。